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想过，但又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哦。每年全世界有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金的善款投入到各种慈善事业里面，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些最巨大的问题，像是贫穷、疾病、饥饿、无家可归，好像永远都存在？我们投入了这么多的善意跟资源，为什么进展却总是感觉如此缓慢？钱到底都花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甚至会有点颠覆你的三观。我们来看一个很惊人的数据，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慈善捐款国，过去整整40年慈善捐款占全国 GDP 的比例始终卡在2%，你没听错，就是停滞了40年。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整个非营利组织在争取社会资源这块市场上，它的市占率完全被盈利企业给锁死了。你想想看，这就好比整个社会的资源是一块不断在变大的饼，科技业在分，金融业在分，他们的占比都在成长，但过去40年，慈善机构能分到的永远就是那小小的一块，完全没有变大过。这就点出一个核心的矛盾，社会问题的规模不断在扩大，但我们允许慈善机构动用的资源规模却小到不成比例。所以，问题的核心可能不是慈善机构不努力，而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用一套有问题的信念系统在看待他们。知名社会企业家 Dan Pallotta 他就提出一个超犀利的概念，他说我们社会其实有2本规则书，一本是给盈利企业的，另一本是给非盈利组织的。而这2本规则书的标准可以说是天差地远，这根本就是在强迫慈善机构去玩一场从一开始就不公平的游戏。好，这张投影片可以说是今天整个分析的关键，我们来一项一项看。第一，对于盈利企业，我们鼓励他们花大钱做行销，这是天经地义嘛。但对于慈善机构，我们却会骂他们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捐款拿去打广告？这不是很奇怪吗？再来，对于企业，我们允许他们为了巨大的回报去冒险，就算失败了，也只是商业决策。但慈善机构只要一次募款活动没成功，就会被骂是骗子、不道德。你看，这是不是很矛盾？我们一方面希望他们能解决最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他们拿到能吸引顶尖人才的薪水。最后，企业可以用利润去吸引更多资本投入，滚雪球，但慈善机构却完全没有这样的管道，这根本就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我们嘴上说希望慈善机构能解决社会上最棘手的问题，但我们却亲手拿走了他们手上所有最强大的工具，然后再来抱怨他们为什么做得不够好。好，那我们就来深入裁解这5个具体绑住了慈善机构手脚，让他们无法规模化的潜规则。这5条规则可以说是非营利组织的5根封印，让他们永远只能当个小而美的存在，却无法真正长大，去跟那些巨大的社会问题抗衡。我们先从最有争议的第1点开始，薪酬。在商业世界，你创造越多价值，你赚越多钱，这被视为英雄。你开发一个 App 赚了几亿，大家会把你放上杂志封面。但换到慈善界，我们对于靠帮助别人来赚大钱这件事，有种打从心底的反感。但有趣的是，我们对于靠着做一些对别人没什么帮助的事来赚大钱，却完全没意见。你想想，你开发一款让人沉迷的暴力电玩，赚5000万，没问题。但你想领50万美金的年薪，去解决非洲的儿童疟疾问题，你就会被当成是寄生虫，这不是很荒谬吗？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在哪个环节出了点问题？好，接下来这张投影片的数据真的会让你吓一跳。我们来看数据，感受会更强烈。
这是美国顶尖学府史丹佛大学 MBA 毕业生在38岁时的年薪中位数，高达40万美金。这群人可以说是业界最抢手的人才。同一年，一个大型医疗慈善机构的 CEO 年薪是23万，而一个大型饥饿慈善机构的 CEO 年薪只有8万4千。你看这个差距，这不是差一点点，是差得快5倍，这直接造成了慈善领域严重的人才流失。这等于是我们强迫最顶尖的人才，在为自己和家人创造好的生活，跟为世界做好事之间做一个残酷的2选1。你不可能用8万4的薪水去请到一个有40万美金能力的人才，这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市场规律。这就导致一个很讽刺但又很理性的选择。对那个史丹佛 MBA 毕业生来说，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他去业界拿40万美金的年薪，然后每年捐10万美金出来给那个饥饿慈善机构。因为捐款可以抵税，我们来算一笔账，他实际上还比去当那个 CEO 多赚了快27万美金，生活品质完全不同。结果呢？他被社会称赞为慈善家，还可以进到那个机构的董事会，去指导那个只领8万4决定献身公益的笨蛋 CEO。你看，这个系统是不是从根本上就在惩罚那些真正想全职投入解决问题的人？好，我们来看第2条规则，这也是一个大家常常会有的迷思：广告与行销。我们告诉可口可乐，尽量花钱打广告，打到没有效益为止。但我们对慈善机构说，我不要我的捐款被拿去做广告，我要它直接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上。这个想法我知道听起来很高尚，但其实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忽略了一件事，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需要去争取，而争取就需要工具。Dan Pallotta 自己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创办了长途单车为艾滋病募款的活动，还有为乳癌研究而走的践行活动。在短短9年内，他们号召了超过18万人参加，总共募到了5.8亿美金。这是史上最成功的募款活动之一。怎么办到的？靠的就是在纽约时报买全版广告，在黄金时段买电视跟广播广告。你必须要大声的请求大家参与，你才能创造出这种规模。你觉得如果他们只是在自助洗衣店贴几张传单，有可能找到18万人吗？不可能嘛！所以，当我们要求慈善机构不要花钱打广告时，我们其实是在要求他们不要长大。这不是很奇怪吗？好，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来谈谈风险。迪士尼可以花2亿美金拍一部电影，结果票房扑街，没人会去告他们，这就是商业风险。但如果你为穷人办一个100万的社区募款活动，第1年没有产生75%的利润，你的品格就会被质疑，大家会觉得你不专业，甚至不道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潜意识里把捐款当成一种神圣的奉献，不容许一丝一毫的浪费，却忘了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过程。这就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连锁反应。当你禁止失败，你其实就是在扼杀创新，因为任何创新都伴随着失败的风险。如果募款方式不能创新，你就找不到新的收入来源。没有新的收入，组织就无法成长。无法成长，你就不可能解决那些规模庞大的社会问题。这就像是我们给了慈善机构一副脚镣，不准他们跑，只准他们走，然后再来怪他们为什么追不上那些跑得飞快的社会问题。第4点，我们来看看时间。亚马逊花了整整6年才开始获利，为什么投资人愿意等？因为他们理解贝佐斯有一个长期的目标，那就是建立市场主导地位，这需要时间，大家都有耐心。但现在我们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一个慈善机构有没有可能也这样做？他能不能宣称未来6年他要把100%的资金全部投入在建立组织的规模上，1毛钱都不会直接给到服务对象？答案很明显，他会被舆论钉在十字架上烧死。这种要求立即见效的短视心态，完全阻断了非营利组织进行任何长期投资，以换未来巨大成长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们对企业家这么有耐心，却对慈善家这么苛刻？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我们对做善事这件事的根本误解。最后一点，也是最现实的一点，
资本。盈利世界有好几兆美金的股票市场，可以为各种疯狂的新点子和成长计划提供燃料。但非营利组织因为天生就不能分红给股东，所以完全被排除在这个系统之外。他们极度渴望成长资本、风险资本、创意资本，但根本没有管道可以取得，就像一台引擎很好的跑车，却被禁止开进加油站一样。而这5条规则加在一起，后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惊人的统计。这张图表可以说是一翻两瞪眼。从1970年到2009年40年之间，美国年营收突破5000万美金这个门槛的非营利组织只有144家。那盈利企业呢？46136家。你看这个差距，144对上46000，这不是几倍，是300多倍的差距。这证明了这套规则不是小问题，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天花板。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罩，把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牢牢地压在地面上，却让可口可乐、汉堡王这些商业公司长成巨大的规模。好，讲完了这5条规则，现在重点来了。我们要来谈这整个错误系统的警察，也就是那个最危险也最误导人的问题：你们的行政管理费占了捐款的多少？这个问题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影响力转移到了节俭，我们彻底混淆了道德跟省钱这两回事。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做一个思小实验。假设有2个慈善活动，一个是社区的爱心园游会，大家自己烤饼干来买；另一个是一个专业的募款机构办的大型活动。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你看，这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的地方。爱心园游会的管理费只有5%，非常低，听起来道德上很优越，对吧？专业募款机构的管理费高达40%，听起来就很像在 A 钱。但我们只看这个比例，就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整块饼到底有多大？园游会总共只募到75美金，扣掉成本，净利是71美金。但那个专业机构因为投入了大量资源在行销、组织、营运，它募到了1.18亿美金，扣掉40%的成本，最后净赚了71亿美金。现在我问你，如果你是一个饥饿的人，你会想要哪一块饼？你会在意那块大饼的制作成本比较高吗？当然不会。我们真正在意的应该是最后能帮助多少人，能创造多大的影响力，而不是过程有多省钱。把节俭当成唯一的道德标准，反而会让我们错失了把事情做大的机会。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必须理解，做慈善的目标不是追求超低的行政管理费，目标是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停止问那个错误的问题，开始问一些真正重要的、对的问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框架。Dan Pallotta 说了这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我们这一代的人不希望我们的墓志铭上写着我们成功的把慈善机构的管理费压得很低。他说，我们希望上面写的是我们改变了世界。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做善事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省钱的快感，对吧？所以下次当你要捐款给一个机构时，与其问他们的行政管理费是多少，不如试着问这3个问题。第一，你们的梦想有多大？你们的目标是像苹果、Google 那样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领域吗？问这个问题是在鼓励他们把格局拉高，去思考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只是做一些小修小补。第二，你们如何衡量自己朝着这个梦想前进的进度？这是在要求他们对结果负责，而不是只对过程负责。第三，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你们还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这是在告诉他们，我们支持你们去投资未来，去追求规模。当我们开始问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再只是一个捐款者，我们变成了一个社会影响力的投资人。总结来说，这整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真正的社会创新其实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革命开始的。
当我们愿意抛弃那些过时的，甚至是有害的旧观念，用一种更宏观、更有效率的视角来看待慈善时，我们才真正给了这个世界一个被改变的机会。最后帮大家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第一，我们现行的慈善模式之所以无法解决重大问题，是因为我们用一套不公平的双重标准绑住了非营利组织的手脚。第二，社会大众对于低管理费的迷思是最具破坏性的因素，它强迫慈善机构维持小规模，并扼杀了所有创新的可能。最后，要真正改变世界，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提问，从你的管理费多低，转变为你的梦想与影响力有多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